谁懂何猷君这句话的杀伤力啊？无论听多少次，还是会被狠狠触动到。你经常说应该的，可是我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其他人的恋情是不是这样子的。在某档明星观察类真人秀里，奚梦瑶和何猷君夫妻俩去乡下体验生活，没想到于谦夫妇也正好在附近居住。奚梦瑶得知后，立马拉着何猷君主动上门拜访，能主动维系人情，懂分寸之净土，这就是奚梦瑶最圈粉的地方。可何猷君自小在豪门长大，从未经历过这种传统的串门礼数，全程显得手足无措，一脸茫然。老婆笑着打招呼，他就跟着机械附和；老婆找位置坐下，他就乖乖挨着坐下。期间大家聊得热火朝天，直到起身准备告辞，才猛然发现千嫂特意为他们泡好的茶，从头到尾都没动过。出于对长辈的尊重，奚梦瑶当即端起水杯，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。不好意思，都没有喝茶。没关系，喝一口，喝一口，喝一口。感觉是好茶呢。这样的细微之处很少有人留意，但奚梦瑶却敏锐捕捉到对方心意。而搞笑的是，站在一旁的何猷君虽然没明白妻子的用意，但他无条件信任奚梦瑶，于是有样学样，也端起水杯一饮而尽。还挺舒服的，不舍得放下了。什么反应？临走时，于谦特意为两人准备了炸酱面当晚餐。可这道家常面对吃惯精致餐食的何猷君来说太过辛辣，他只尝一口便被辣得五官扭曲，只能猛灌牛奶来缓解灼烧感。常人这时或许早已放下筷子，但何猷君骨子里的谦逊和礼貌不允许他这么做。为了不辜负于谦的一片心意，硬是忍着辣味把面吃完。奚梦瑶看着他被辣出眼泪的模样，又心疼又好笑，立马主动开口提出帮他分担。你不吃，你给我吧。感觉浪费了老师的一番好意。我替你吃了老师们的心意，然后你吃火锅吧。面对这么善解人意、处处为他着想的妻子，何猷君立马嘴甜的连连道谢，回应他的是那句听了无数次的应该的。多谢谢你啊。不会，老公，不用谢，你是应该的。出身传统家庭的奚梦瑶一直觉得，夫妻之间相互体谅、彼此分担，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根本不需要这么客套，所以总把应该的挂在嘴边。但何猷君不一样，他在香港长大，从小接受西方教育，在他的观念里从来没有理所当然这一说。你经常说应该的，可是我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其他人的恋情是不是这样子的。一个连吃鱼都不需要自己挑刺，被宠着长大的豪门少爷，竟从不会把伴侣的照顾与关心当成理所当然，甚至还会悄悄反思这份幸福。单单是这一点，就已经超过了99%的男人。其实只有何猷君自己心里最清楚，他和奚梦瑶能走到今天，背后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坎坷，所以他才会格外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。还记得节目刚开始录制的时候，奚梦瑶一眼就看中了一对草编对杯，可她摸不准这对杯子的实际价值，只能怯生生的举手报价，声音都带着一丝不确定。18000。看到奚梦瑶这副唯唯诺诺的样子，在场嘉宾们忍不住哄堂大笑，这让本来就紧张的奚梦瑶更手足无措了，只能赶紧找补试图缓解这份尴尬。我挑战我就怕死了。自己的妻子被人看不起被调侃，向来宠妻护妻何猷君怎么可能忍得住？他立马起身站出来为妻子撑腰，直接伸出了拍卖会上点天灯的经典手势。还有人家吗？常逛拍卖行的网友对这个手势都不陌生，只要有人比出这个手势，就代表无论别人怎么加价，他都会以最高价拿下。何猷君出身赌王家庭，财力远非在场的明星可比，众人一见他做出这个手势，立刻识趣停水。直到这时，大家才彻底明白，奚梦瑶和何猷君能这么幸福，从来都离不开两人之间的惺惺相惜。